惊堂木一响，台上大人怒目斥责，地上草民战战兢兢。19世纪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曾以版画刊登了这张照片，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大清帝国的断案场景。不过，现场草率的陈设和墙上不该出现的字画，都在告诉我们，这只是个精心演绎出来的剧情。导演这一幕的人是来自英国的摄影师威廉·桑德斯，他在上海虹口经营着一家声名赫赫的照相馆——森泰相馆。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西方对东方世界的好奇，于是他走上街头，将苦力、小贩、艺人，甚至大烟民请进自己的影棚。为了追求现场的质感，他常在地板上铺设干草，力求在室内也营造出市井的氛围。2名盲艺人手持3弦，琴鼓纤小，便于走街串巷，这是属于清代街头的游吟诗人。4名女子席地而坐，她们面前的牌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，当时被称为宣和牌，是民间历史悠久的娱乐和赌博工具。测字占卦、指点迷津是那时街头上常见的传统营生。这位来自绍兴的严师傅正在给一个人解说命理。竹制的骆驼蛋是清代上海街头的一栋食堂，因形似骆驼背上的货架而得名。前载炉灶，后置厨阁，紧凑的抽屉结构如同一座微缩厨房。为了展示中国语句的多样性，桑德斯请人戴上斗笠，披上蓑衣，和手举油伞的人进行对比。这种伞面多由纸或绢制成，再刷上桐油来实现防水的目的。那时的修脚师傅随身携带的刀包内插满了各司其职的刀具，虽手艺精湛，但从业者社会地位不高，和理发、搓澡被统称为澡堂3行。传统的鞋织机是江南农家的生计之本，它织出的土布幅宽约2尺，虽材质粗糙，却因耐磨吸汗成为民众的常用面料。照片里这些正在吃饭的都是森泰相馆的中国雇员，左边的这位女子还梳着当时流行的燕尾儿发饰，因脑后发束扁平如燕尾而得名。形形色色，市井百态，关于清代中国的风土人情、生活细碎都被装进一张张照片，出售给游客和山海之外的异乡人。放在今天，这种商业照片并不新鲜，但在1860年代的上海，这可是一项充满创新的商业模式。按照桑德斯原本的人生规划，他或许该在商船上度过自己的一生。1860年，一艘商船抵达黄浦江畔，船上走下了一位工程师，他正是桑德斯。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，上海刚刚开埠不到20年，就连外滩也正从航海器具销售向金融中心逐渐转型。桑德斯的商业嗅觉此时便展现无遗。他在大清海关做了1年的水上稽查员，每天在江面上观察形色各异的洋行商贾。他发现，在当时的上海，比起修补木船，记录下这些人的脸孔会是一门更好的生意。就这样，他回到了英国，在那里的摄影沙龙里系统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湿版摄影法。1862年1月，学成归来的桑德斯带着沉重的玻璃底片和最新的相机重返上海，在理查饭店隔壁挂起了森泰相馆的招牌。在1863年3月7日的上海新报上，还能找到森泰当时刊登的广告：本馆因照上等小巷，上午10点起至晚3点钟为止，价钱甚为公道。将营业时间限定在下午3点，其实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。在底片感光度低又缺乏足够光源的时代，阳光几乎是唯一的照明。桑德斯在照相馆顶部开了一扇巨大的天窗，在每天那5小时的黄金时间里，充足的阳光能穿透玻璃，照进室内，照亮影棚。他使用的是当时主流的蛋白相纸，这种纸表面覆盖有一层混入盐分的肌蛋白，这不仅让照片表面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也使得影像细节能浮在纸张纤维之上，显得格外细腻。为了让相片呈现出更强的真实感，桑德斯成为了上海最早将手工上色技术商业化的先驱。
他在影棚里雇佣了一批技艺精湛的中国画师，这些画师手持极细的狼毫笔，在淡白相纸那层平整的膜面上，用透明水彩小心翼翼地填入颜色。他们为晚清妇女的旗袍勾勒出丝绸的翠绿，为富商的脸庞染上红润。在那个黑白影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，上色照片让人们第一次在纸上看到了宛若生人的影像。拍摄的业务并不仅限于相馆内，外出工作的桑德斯对有着浓厚特色的交通工具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。独轮车，俗称济公车，这种仅有一只木轮，全靠人力保持平衡的工具，考验的是推车手的经验和那把子腰臂力气。它造价低廉，既能挤过窄巷，也能趟过田埂，在当时的民间运输中地位极稳。小车一侧坐着乘客，另一侧还能捆扎货物，这种看似摇摇欲坠的推行，恰恰是劳动者在经年累月的磨砺中摸索出的生活重心。而人力车当时却是个新事物。1874年，它由法国人米拉引入上海。但早期巨大的铁质车轮在碾过马路时，不仅震得路人掩耳，更颠得乘客骨架松散。直到后来橡胶轮胎逐渐普及，这种体面的出行方式才算真正跑通了上海滩的马路。如果仅仅是拍摄肖像和商业照片，桑德斯只能算是一名成功的商人。身处那个文明交替的时代，他显然不愿只作为旁观者。1876年，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吴淞铁路在上海正式通车。这条铁路的起点上海站距离森泰相馆不到1公里。于是他带上沉重的相机，全程记录了这段钢铁文明的兴废。当年7月的申报上记载着通车当日的盛况。到下午1点钟，男女老幼纷至沓来，顷刻之间，车厢已无虚位。不过，仅过了1年，这条纷争不断的铁路被清政府以28.5万两白银的价格收购后彻底拆除。这些代表着19世纪工业文明的蒸汽机车被运往了海对岸的台湾，堆置在码头的仓库和沙滩上，伴随着海风生锈腐烂。聚散终有时，1888年，56岁的桑德斯决定退休。在上海经营了多年的他，决定只身回到英国。出发前，他将所有的器材和底片转让给了同行查尔斯·韦德。然而，一场意外中断了这些影像的传承。桑德斯离开仅几个月后，1888年8月14日早晨，南京路的一场大火蔓延到了韦德的照相馆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烈焰中，桑德斯在上海25年的大部分底片付之一炬。这一刻，森泰相馆在物理意义上已经彻底消失了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关于桑德斯的上海影像数量稀少，且大多来自翻拍，画质不高。虽然不再工作，但退休后的桑德斯依然会常常回到上海生活。1892年，在又一次前来上海的航途中感染风寒，抵达后病情持续恶化，最终离世，享年60岁。威廉·桑德斯的生命最终结束在了这片成就他事业的土地上。160多年过去了，虽然时间已无森泰相馆，但关于他的这些影像依然还在。